姐，我老公来接我了。林婷摸着肚子，朝门口挥手。我抿着红酒，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僵在门口，他脸色煞白，而我笑着挽住林婷。真巧，这位也是我老公呢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南方小城的雨季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夏小雅站在理发店的玻璃窗前，看着窗外的雨线将整个世界模糊成一幅水墨画。她刚刚完成了一位常客的发型，手指间还残留着发丝的柔软触感。32岁的夏小雅已经在这条老街上开了5年理发店。夏日简易几个字在雨中微微泛着光。小雅，这个月的账我整理好了，又是盈利的，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客人也越来越多。店里的会计徐小红把一叠账单放在收银台上。夏小雅笑了笑，她纤细的手指轻轻翻动着账单，这些数字是她5年来努力的证明。从一开始的小门面到现在的精品理发店，每一步都走得踏实而坚定。谢谢你，小红，你先回去吧，今天雨大，早点回家。夏小雅合上账本，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已经6点半了，赵明应该也快下班了。赵明是一家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，他们结婚5年，感情平淡如水，没有太多波澜，也没有孩子。当然不是不想要，只是一直没有怀上。刚开始时两人很着急，跑了不少医院，后来渐渐的，这件事就像他们之间的一道无形屏障，谁都不太愿意提起。夏小雅收拾好店里的东西，拿起手机给赵明发了条信息：今晚想吃什么？我来做。信息发出去很久都没有回复，夏小雅也习惯了。最近半年，赵明总是加班，回家也很晚，他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。关上店门后，夏小雅撑起伞走入雨中，街道上的霓虹灯倒映在水洼里。她突然想起今天的最后一位客人，那个叫宋奈的年轻女子。宋娜是3个月前开始光顾她的理发店的，总是要求做精致的造型，说是要见重要的人。宋娜长得很漂亮，大约28岁左右，脸上总是带着甜美的笑容，但眼神中有种说不出的精明。每次来都会和夏小雅聊很多，却从不说那个重要的人是谁。小雅姐，你真厉害，每次都能把我打扮得这么漂亮，我男朋友特别喜欢你给我做的发型。今天宋娜坐在椅子上，透过镜子看着夏小雅的手在她的头发间穿梭。是吗？那你下次带她一起来啊，我给她也理个发。夏小雅随口说道。宋娜的眼神有一丝闪烁，她工作很忙，而且现在不太方便公开我们的关系。夏小雅没有多问，在这个小城里，她见过太多不能公开的关系。理发师就像一个倾听者，客人会说很多平时不会对别人说的秘密，而他只需要微笑着听，不需要评判。回到家，赵明还没回来，夏小雅简单的做了晚饭，一个人坐在餐桌前吃着，电视里播放着无聊的综艺节目，笑声如同背景音乐一般飘荡在空荡荡的屋子里。手机响了一下，是赵明的短信：今晚有个重要项目会议，不用等我吃饭。夏小雅放下筷子，看着桌上为赵明准备的那份已经凉了的菜，突然觉得很累。至今为止，她不记得这是赵明第几次因为加班而不回家吃饭了。夜很深的时候，赵明回来了，夏小雅假装睡着，听着他轻手轻脚地进浴室洗澡，水声哗啦啦地响着，像是要冲刷什么。
赵明洗澡的时间比以前长了很多，有时甚至会把衣服带进浴室一起洗。当赵明小心翼翼地躺到床上，夏小雅能闻到他身上一股陌生的香水味，不浓，但足以察觉他没有翻身，只是静静地躺着，感受着心里某个地方开始隐隐作痛。赵明在黑暗中翻了个身，一只手试探性地搭在夏小雅的腰间，他感觉到她的手指开始不安分地游走，像是在确认她是否真的睡着了。小雅，你睡了吗？赵明的声音带着刻意压低的嘶哑。夏小雅没有回答，呼吸有意识地保持均匀，但她的身体在那只手的触碰下变得僵硬。赵明似乎把这当作了某种鼓励，他靠得更近了，嘴唇贴近她的后颈，呼出的热气在她皮肤上激起一片不情愿的战栗。我知道你没睡，他低声说，手掌开始更大胆地移动。今天好想你。这句话像一把钝刀，缓慢地切进夏小雅的心脏。想我？他在心里冷笑，身上还带着另一个女人的香水味，嘴上却说着思念的谎言。他感到一阵恶心，不是因为他的触碰，而是因为他的虚伪。赵明的手开始向上移动，夏小雅猛地抓住了他的手腕，力道之大让赵明吃了一惊。我很累，他冷淡地说，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小雅，我们都好久没……我说了，我很累，明天还要早起开店。夏小雅打断他，语气中带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锋利。赵明的手将在半空中，最终缓缓收回。床的另一侧传来一声机不可闻的叹息。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最近工作辛苦，晚安。他说，声音里带着伪装的体贴和真实的失落。夏小雅没有回应，只是闭上眼睛，感觉眼泪在眼睑后面灼烧。她不知道自己在拒绝什么，是他的触碰，还是他们之间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。那股萦绕在鼻尖的陌生香水味像一个无声的证人，诉说着他不愿面对的背叛。在黑暗中，两人背对背躺着，中间的距离不过几寸，却像是隔着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周六的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卧室。夏小雅早早醒来，看着还在熟睡的赵明，轻轻起床，走到客厅。她打开洗衣机，准备把昨晚赵明换下的衣服洗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她发现赵明白色衬衫的领子上有一道淡淡的口红印。夏小雅愣住了，她用的口红颜色很淡，从不会在衣服上留下这样明显的痕迹。她仔细检查了其他衣物，没有发现更多异常，但这一个小小的印记足以让她心神不宁。起这么早？听见赵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夏小雅迅速把衬衫放回洗衣篮，平静地说，今天店里预约的客人多，我得早点去准备。赵明点点头，走进厨房倒了杯水。我今天也要去工地看看，可能要晚点回来，又要加班。夏小雅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自然。最近你的项目很忙啊，快结项了，事情特别多。赵明没有看他的眼睛，低头玩着手机。夏小雅没有再问，默默地整理好衣物，放进洗衣机。那件带着口红印的衬衫被他单独放在一边，他决定亲自手洗，看看那是什么样的口红，能在白衬衫上留下如此明显的痕迹。理发店的周末总是最忙的时候，夏小雅一早就开门营业，连续接待了几位常客。中午时分，宋娜推门而入，今天的她穿着一条鹅黄色的连衣裙，衬得肤色更加白皙。小雅姐，今天我想换个风格，简短一点，染成栗色怎么样？
宋娜坐在椅子上，兴奋地说。夏小雅看着镜中的宋娜，笑着问：“要见重要的人吗？”宋娜脸上泛起一丝红晕。她说喜欢短发的女孩。男人的喜好多变，你确定要为他改变自己吗？夏小雅一边给宋娜披上围布，一边问。宋娜笑得更加灿烂：“值得啊，他对我真的很好。上周还送了我一条项链，说是纪念我们在一起1周年。”夏小雅的手微微一顿，1周年，那岂不是宋娜刚开始来她店里的时候？小雅姐，你看我这样适合短发吗？宋娜的问题打断了夏小雅的思绪。适合，你的脸型很好，剪什么都好看。夏小雅专业的回答，手中的剪刀开始在宋娜的长发间穿梭。当夏小雅帮宋娜吹干新发型时，宋娜的手机响了，她看了一眼屏幕，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。是他，说要来接我。夏小雅的心猛地一跳，她想看清宋娜手机上的来电显示，却只瞥见一个模糊的名字。宋娜接完电话，兴奋地对夏小雅说：“小雅姐，她说很喜欢我的新发型，谢谢你。”夏小雅勉强笑了笑：“不用谢，这是我的工作。”结账时，宋娜拿出一张信用卡递给夏小雅，在刷卡机上输入金额时，夏小雅无意中看到了卡片的名字赵明，她的手抖了一下，差点按错数字。这只是巧合吗？南方小城里又有多少叫赵明的男人呢？小雅姐，怎么了？宋娜注意到她的异常，夏小雅迅速恢复镇定：“没事，刚才按错了数字。”她重新输入金额，递给宋娜签名。宋娜签完名，开心地说：“我男朋友已经到门口了，我先走了，下次再来。”夏小雅站在店门口，远远地看着宋娜上了一辆黑色轿车，车子的角度让她看不清驾驶座上的人，只能隐约看到一个男人的轮廓。那辆车和赵明的很像。当晚，夏小雅翻看赵明的信用卡账单，她以前从不这么做，但今天的巧合太多了。在账单上，她发现了多笔在高档餐厅和珠宝店的消费记录，日期大多在她所谓加班的日子。只是这还有一笔最近的消费是在市中心的妇产医院附近的一家餐厅。夏小雅握着账单的手微微发抖，她想起宋娜说的纪念1周年的项链，想起赵明最近的反常表现，想起那件衬衫上的口红印。这一切似乎都在指向一个他不愿面对的真相。当晚，赵明再次发来短信说要加班，夏小雅只简单回复一个好字。她坐在卧室的书桌前，盯着抽屉看了许久，最终还是下定决心拉开了抽屉。在她陷入思绪时，手机响起，是赵明打来的。夏小雅深吸一口气，按下接听键。小雅，我今晚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，你不用等我了。赵明的声音听起来疲惫而匆忙。我知道了。夏小雅努力保持平静。你在哪儿加班？需要我送点宵夜过去吗？电话那头明显停顿了一下，背景音突然嘈杂起来，像是刻意制造出的掩饰。不用了，我们在工地这边，挺远的，你别麻烦了。哦，那好吧。对了，我想问问，上周3你去的是哪个工地？我好像记错了。又是一阵沉默。郊区的那个新开发的住宅项目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徐小红问起来，有个朋友想买那边的房子。夏小雅随口编了个理由。哦，改天我给你详细说吧，现在这边有点忙，晚安。赵明急促地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夏小雅握着手机，久久没有放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夏小雅开始更加留心观察赵明的一举一动。
同时也对宋娜格外关注。他发现宋娜几乎每周都会来理发店，不一定做发型，有时只是修一下刘海或者做个护理。而他来的日子总是赵明加班的日子。一天晚上，赵明又发信息说要加班，夏小雅决定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测。她告诉店里的员工自己有事提前关店，然后开车去了赵明公司。赵明的车已经不在停车场了，他在公司门口等了一会儿，在确认赵明确实不在公司后，他开车前往市中心最高档的一家餐厅，赵明信用卡消费最频繁的地方。餐厅的停车场里，夏小雅一眼就认出了赵明的车。她没有贸然进入餐厅，而是在车里等待。2小时后，赵明和宋娜一起从餐厅出来，两人举止亲密。赵明的手搭在宋娜的腰上，宋娜则依偎在他的怀里，在餐厅门口亲吻，然后一起上了赵明的车。夏小雅感觉一阵眩晕，尽管她已经有所怀疑，但亲眼目睹的冲击依然让她难以承受。她本想立刻冲上去质问，但理智告诉她不要冲动，因为她需要更多证据，需要一个完美的计划来揭露这一切。宋娜又来了店里，夏小雅表现得和往常一样，甚至更加热情。她特意为宋娜准备了一杯花茶。小雅姐，你今天看起来心情很好啊。宋娜喝着茶，笑着说。夏小雅轻轻地梳理着宋娜的头发。是啊，理发店准备办2周年庆，我正在筹划一个小型顾客答谢会，你一定要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什么时候？宋娜眼睛一亮，下周5晚上，就在金沙酒店的餐厅，很多老顾客都会来，你可以带你男朋友一起来。我一直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你这么着迷？宋娜听到这里，立马犹豫了一下，她可能没时间。哎呀，难得的机会，你就说是为了支持我的店，他一定会同意的。夏小雅假装随意地说。宋娜思考了片刻，点点头。好吧，我试试看能不能说服他。夏小雅在心里冷笑，她知道宋娜一定会来，赵明也一定会来。她已经开始筹划那个晚上的每一个细节，她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揭露这对奸夫淫妇的真面目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夏小雅表现得异常平静，她照常工作，照常与赵明交谈，甚至在赵明提出周末想带她去海边散心时，欣然同意。赵明似乎松了一口气，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周末的海边之行，赵明格外体贴，仿佛回到了他们刚结婚时的样子。他们牵手走在沙滩上，看夕阳西下，吃海鲜大餐。夏小雅差点就要相信这一切都是她的错觉，但当赵明的手机不停震动，而他借口去洗手间接电话时，他知道自己没有判断错。回家的路上，赵明问他：小雅，你最近好像有心事？夏小雅看着窗外飞逝的景色，平静地说：是，店里要办2周年庆，我在想该怎么筹划，需要我帮忙吗？赵明问。夏小雅转过头，对他笑了笑：不用，我自己能搞定。不过到时候有个小型的顾客答谢会，你要一起来。赵明明显犹豫了一下。什么时候？下周5晚上，金沙酒店。夏小雅直视着他的眼睛。你不会又要加班吧？赵明迅速移开视线。我尽量调整，一定去。夏小雅不再说话，她知道赵明不会来，至少不会以她丈夫的身份出现。筹备答谢会的过程中，夏小雅特意选了几位关系好的老顾客，都是些热心肠的中年妇女，平时喜欢在店里聊天八卦。答谢会前一天，宋娜来店里做了精致的发型和妆容，
兴奋地告诉夏小雅：“小雅姐，我男朋友说会来接我，不过他可能会晚一点到。”夏小雅微笑着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”宋娜犹豫了一下，问：“小雅姐，明天你丈夫会来吗？”夏小雅的笑容没有变：“应该会吧，如果他不加班的话。那如果你丈夫来了，我男朋友可能就不太方便了。”宋娜有些紧张地说。夏小雅心里一冷，但表面上仍然平静。怎么会不方便呢？除非你男朋友认识我丈夫。宋娜迅速摇头：“不，只是他比较害羞，不喜欢见陌生人。没关系，随他方便。”夏小雅装作不在意地说，心里却已经确定宋娜和赵明的关系无疑。答谢会当天，金沙酒店的包厢里灯光明亮，音乐轻柔。夏小雅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，这是赵明最喜欢的颜色，头发也特意做了造型。她提前到达现场，确保每一个细节都按照计划进行。晚上7点，客人们陆续到达，夏小雅站在门口迎接每一位来宾，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微笑。宋娜是最后到的，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裙子，看起来既优雅又紧张。“小雅姐，我来晚了，不好意思。”宋娜歉意地说。夏小雅拉着她的手：“没关系，刚好开始。你男朋友呢？”宋娜微微低头：“他待会儿直接来接我。”夏小雅不动声色地点点头，领着宋娜入座。她特意安排宋娜坐在靠近门口的位置，这样当赵明来时，所有人都能第一时间看到他。晚宴进行得很顺利，夏小雅频繁地敬酒，感谢大家这2年来对理发店的支持。店里的老顾客们都很捧场，气氛热烈。宋娜坐在那里，时不时看手机，明显在等人。晚上9点，当服务员端上甜点时，宋娜的手机响了。她看了一眼，对夏小雅说：“小雅姐，我男朋友到了，就在酒店门口。”夏小雅立马站起来：“那我跟你一起去接他进来吧，正好大家都想见见是什么样的男人这么有福气。”宋娜犹豫了，她可能不太喜欢这种场合，来都来了，总不能让他在外面等吧。夏小雅笑着说，已经拉着宋娜往门口走去。包厢外的走廊上，赵明正焦急地来回踱步。当他看到宋娜出来时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但当他看到宋娜身边的夏小雅时，笑容瞬间凝固。“请问，这是你老公？”夏小雅看着赵明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，问宋娜。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，赵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宋娜则一脸惊恐，嘴唇微微颤抖，说不出话来。“小雅，我……”赵明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，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夏小雅没有给他机会，她转向宋娜：“宋娜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“他是赵明，我的丈夫，我们结婚5年了。”宋娜如遭雷击，不可置信地看着赵明：“你说你离婚了？”“他没有离婚，他一直在欺骗你，就像欺骗我一样。”夏小雅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“我想知道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”宋娜颤抖着回答：“1年多。”“1年多。”夏小雅重复了一遍，笑了。真巧，正好是她开始频繁加班的时候。赵明上前一步：“小雅，我们回家谈，不要在这里。”夏小雅后退一步，声音提高了：“为什么不在这里？怕别人知道你是个骗子，怕别人知道你背着妻子出轨，还让你的情人怀孕了。”宋娜猛地抬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？”整个理发店都知道。宋娜小姐，夏小雅冷笑着说：“你上周在做头发时告诉徐姐的，说你怀孕3个月了，正在考虑要不要告诉孩子的父亲。
此时，包厢的门开了，几位好奇的顾客探出头来，看到走廊上的一幕，赵明急得满头大汗。小雅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为什么会在我的背后和我的顾客搞在一起。解释你为什么用我们的积蓄给他买珠宝首饰。还是解释你为什么骗他说你已经离婚了。夏小雅的声音越来越冷。宋娜此时已经哭了起来。赵明，你真的结婚了？你骗我！赵明左右为难，最后对夏小雅说：小雅，我承认我做错了，但我是真的爱宋娜，我们可以好聚好散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夏小雅的怒火。5年的婚姻就这样被一句好聚好散抹杀了。她走上前，猛地一巴掌扇在赵明脸上。赵明，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证人，我会找律师，我会拿走我应得的一切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的婚姻结束了。夏小雅一字一句地说。包厢门口的顾客们发出惊讶的声音，有人掏出手机开始录像。赵明想拉住夏小雅，却被他甩开。还有，祝你们父子平安。夏小雅最后讽刺地说了一句，转身走回包厢，身后传来宋娜的抽泣声和赵明的呼喊，但夏小雅没有回头。她走进包厢，对着一脸震惊的顾客们鞠了一躬。很抱歉，大家看到这一幕，答谢会就此结束。谢谢各位这2年来对夏日简易的支持。然后他拿起包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店。那天晚上，夏小雅回到空荡荡的家，一个人坐在黑暗中，任泪水无声地流下。她没有开灯，也没有回应赵明的无数电话和短信。直到天亮，他才起身洗了个澡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仿佛要洗去过去5年的痕迹。第2天，他直接去找了律师，开始办理离婚手续。第3天，他拿出所有的证据：赵明的信用卡账单、宋娜的信用卡上的名字、餐厅的监控视频，他提前付钱请酒店经理保留了，以及昨晚在场顾客的证词。律师告诉他，有这些证据，他完全可以争取到有利的离婚条件。夏女士，您丈夫的行为属于过错方，您可以要求较高比例的财产分割。律师说。夏小雅点点头，我只要我应得的那部分，1分不多，1分不少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夏小雅把自己埋在工作中。理发店的顾客比以前更多了，因为那天晚上的事情在小城里传开了，很多人都是出于好奇来的。夏小雅不介意，只要能带来生意，她欢迎任何人。赵明多次来店里找她，但都被她拒之门外。她让店员转告她，所有的交流都通过律师进行。1个月后，宋娜意外地来到了理发店。她比上次见面时憔悴了很多，眼睛下有明显的黑眼圈。小雅姐，宋娜站在门口，犹豫地喊了一声。夏小雅正在给一位顾客剪头发，听到声音，手上的动作没有停，只是淡淡地说：请进，宋小姐。宋娜走进店里，店里的客人和员工都好奇地看着她，她站在一旁等夏小雅忙完。半小时后，夏小雅终于完成了手头的工作。她示意宋娜跟她到店后的休息室。有什么事吗？夏小雅问，语气冷淡。宋娜低着头，我想道歉，我不知道赵明已经结婚了，他告诉我他是单身，后来又说离了婚。夏小雅冷笑一声，所以呢？你来是想得到我的原谅？宋娜摇摇头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。不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不奢望原谅。我来是想告诉你，我和赵明已经分手了。夏小雅挑了挑眉。哦，为什么？他不是说真爱你吗？自从那天晚上后，
他变了，他开始抱怨经济压力，说离婚会让他失去很多财产，说我怀孕的时机不对。宋娜哽咽着说：“我才知道他根本不爱我，他只是想玩玩而已。”夏小雅没有说话，心里却不觉得意外。赵明一直都是这样的人，当初追求他时多么热情，结婚后又变得多么冷淡。小雅姐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胎儿有问题，可能需要做特殊治疗。宋娜擦了擦眼泪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赵明也不肯帮忙。夏小雅明白了宋娜的来意，所以你是来找我要钱的？宋娜急忙摇头，不是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医生说这个治疗很复杂，需要特殊的技术，而且费用很高。夏小雅沉默了一会儿，最终叹了口气：“宋娜，我没有义务帮助你，那是赵明的孩子，你应该找他。”宋娜哭着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只是走投无路了。”看着宋娜绝望的样子，夏小雅突然感到一丝怜悯。不管怎么说，宋娜也是赵明的受害者之一。这样吧，我可以借给你医疗费，但有条件。夏小雅最终说。宋娜抬起头，惊讶地看着他：“什么条件？”“第一，这只是借款，你必须在有能力时还给我。第二，你要写一份证明，承认你和赵明的关系，以及他知道你怀孕的事实。这份证明会交给我的律师，作为离婚案的补充证据。”夏小雅冷静地说。宋娜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点头答应了。夏小雅让他留下联系方式，说会安排转账。送走宋娜后，夏小雅坐在空荡荡的休息室里，突然感到一阵疲惫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帮宋娜，也许是因为同为女性的同情，也许是因为那个无辜的孩子，也许只是想彻底摆脱与赵明的一切牵连。离婚手续进行得很顺利，有了宋娜的证明和其他证据，法院很快判决赵明为过错方。财产分割对夏小雅非常有利，她获得了两人共同财产的60%，包括那套他们一起买的房子。签字的那天，赵明看起来憔悴不堪，他试图和夏小雅说话，被她直接拒绝。“小雅，我真的很后悔。”赵明在走廊上拦住他。夏小雅冷漠地看着他：“后悔什么？后悔被抓到了吗？”赵明摇头：“不是后悔辜负了你，我现在才明白你有多好。宋娜离开了我，带着孩子回老家了，我一无所有了。”夏小雅笑了，这是自那晚以来她第一次真心笑。“赵明，你知道吗？你最大的错误不是出轨，而是因为我离不开你。祝你好运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，没有回头。离婚半年后，夏小雅用分到的钱在市中心租了一个更大的店面，将夏日简易升级成了一家美容美发综合店。她聘请了更多的员工，扩大了业务范围，生意越来越好。她开始参加各种美发比赛，凭借精湛的技术和独特的创意，获得了不少奖项。他的名字逐渐在业内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不少外地客人都慕名而来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夏小雅接到了一个为时装杂志做造型的工作。在拍摄现场，她认识了摄影师陈远。陈远比她大2岁，温和沉稳，拍出的照片充满艺术感。“你的手艺很棒，这些发型很有创意。”陈远在拍摄间隙对他说。夏小雅谢过他的夸奖，两人聊了一会儿，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。拍摄结束后，陈远邀请他一起喝咖啡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最终答应了。那次咖啡之后，陈远经常来光顾他的理发店，有时候只是坐在一旁看他工作。他说喜欢看他专注的样子，
那是一种艺术家的神情。慢慢的，夏小雅开始接受陈远的存在。她不像赵明那样花言巧语，而是用实际行动表达关心。她尊重他的工作，支持他的梦想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疗愈过去的伤痛。1年后，夏小雅决定开第2家分店。开业当天，陈远送了一束花来祝贺，花束中夹着一张卡片，上面写着：愿你的人生像剪刀一样，剪去不好的，留下美好的。爱你的陈远。夏小雅看着卡片，眼眶湿润了。她想起了那段痛苦的婚姻，想起了宋娜后来听说她生下了孩子，搬去了外省生活，想起了赵明最近听说他的公司倒闭了，人也消沉了很多。这些曾经刺痛他的往事，如今看来已经不再那么锥心。那天晚上，夏小雅主动约陈远吃饭，在温馨的氛围中，她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婚姻和离婚。陈远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打断，也没有评判。谢谢你愿意告诉我这些。陈远最后说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，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，也会珍惜现在能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。夏小雅感到一种久违的温暖在心中荡漾，她知道自己终于可以放下过去，迎接新的开始了。我想试着重新信任一次。夏小雅轻声说。陈远握住她的手，我会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你的信任没有错付。2年后，夏小雅和陈远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婚礼上，夏小雅的理发店员工和老顾客们都来祝福。许多人还记得那个揭露真相的夜晚，但如今那只是夏小雅生命中的一个遥远的片段。你看起来真美，陈远在婚礼上对夏小雅说。夏小雅微笑着回应，因为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型。这个玩笑让2人都笑了起来。夏小雅知道，她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型，更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。有时候，夏小雅会想起那个关键的问题，这是你老公？当时那是一句揭露欺骗的质问，而现在这成了一个带着幸福和骄傲的肯定句。是的，这是我老公。理发店里的剪刀依然在他手中翻飞，不同的是，如今的他已经学会了如何剪去生活中的不堪，留下真正值得珍视的美好。结束的时候，夏小雅站在自己的连锁店门前，看着招牌上闪亮的夏日简易几个大字，嘴角上扬。她从来没有想到，一把理发剪不仅能塑造美丽的发型，还能重塑她的人生。落日的余晖洒在她的脸上，映照出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优雅。无论过去经历了多少风雨，此刻的她都如同蝴蝶破茧而出，展翅高飞，迎着光亮前行。又是一个春日的下午，阳光明媚，夏小雅正在她的旗舰店为一位顾客设计新发型。她的夏日简易已经发展成为拥有7家分店的知名连锁品牌，还推出了自己的护发产品线。门铃响起，她习惯性地抬头看了一眼，剪刀在手中微微一顿，门口站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赵明。5年没见，他变了很多。曾经体面的西装被一件皱巴巴的夹克取代，眼角增添了深深的皱纹，目光中的自信被疲惫和落寞所取代。夏小雅镇定地完成了手中的工作，微笑着对顾客说：好了，您看看效果如何？顾客满意的点点头，离开了。店里其他的员工还在忙碌，没人注意到这位特殊的客人。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？夏小雅平静地问，仿佛面对的只是一位普通顾客。赵明局促地站在那里，眼神闪烁。小雅，
你过得很好，还可以。他简短的回答。你呢？不太好，公司倒闭了，欠了一身债。宋呢？他带着孩子回老家了，跟别人结婚了。夏小雅点点头，既不同情，也不幸灾乐祸。人生就是这样，总有起起落落。我只是路过，看到你的店，就想进来看看。赵明犹豫了一下。你结婚了？夏小雅抬起左手，婚戒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3年了，有个1岁半的女儿。赵明的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恭喜你，他一定很爱你。是的，我们相互尊重，互相支持。夏小雅说着，看了一眼手表，抱歉，我还有预约。赵明明白他的意思，点点头，准备离开。这时，店门再次打开，陈远抱着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。惊喜，我们提前接你下班。陈远笑着说，然后注意到了赵明，笑容有些疑惑。小女孩挣脱陈远的怀抱，奔向夏小雅。妈妈。夏小雅蹲下身，紧紧抱住女儿，然后站起来对陈远说，这位是一个老顾客，正要离开。赵明愣在那里，目光在这幸福的一家3口之间游移，最终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您的家人真幸福，再见。他转身离开，背影比来时更加佝偻。那是谁啊？陈远好奇地问。夏小雅看着赵明远去的背影，轻声说，一个过去的错误，一个让我懂得珍惜现在的人。他抱起女儿，吻了吻她的小脸蛋，然后挽着陈远的手臂，走向阳光明媚的街道。店里的剪刀在柜台上闪闪发光，那是他过去的武器，也是他未来的工具。人生如同一场精心设计的发型，需要适时地剪去那些多余的枝节，才能展现出最美的轮廓。而夏小雅已经成为了自己人生的设计师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